OK， 好，大家好，这里是方世清线上会客室。今天是民国113年8月2号，我们第51次的直播。不知道会不会做到501次这样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有三段的节目哈。第一段是继续我们童年心理学的第2集，自我的发展。那第3段呢，方医师要分享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在世的好，那是陈延平校长，这是他的作品好。那我们今天会介绍他的作品。第3个呢，就跟观众互动，有一些人生的心理的健康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线上做互动好。那首先我先感谢在门诊昨天有一位叫黄小姐的，那送我一个字卡，应该是按赞的意思，那上面有写方医师感谢你为躁郁和忧郁者发声了，OK， 那方医师对于情绪的疾病基本上是生理加心理的，生理的问题是很单纯的血清素或多巴胺这1/3的好处要先拿到该吃药的吃药，不要太挣扎，因为那个情绪的问题，有经历过的人知道很难受我们这边有一个黄渤他是天生乐观派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OK， 好，那1/3呢要靠你大脑如何用力大脑如何用力那这个是心理的部分。那最后1/3就是享受你有身心方面的一个情况，那把它应用到艺术上那我谢谢这个黄小姐，她给方医师支持，这样我支持大家，大家支持我。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方世清线上会客室第1段节目童年心理学第2集。童年心理学第2集，童年呢就是儿童加青少年，18岁以前呢，方医师定义叫童年那自我发展，方医师上一集呢讲这个18岁前所有的心事来下一张slide。方医师提到18岁前，也就是儿童加青少年18岁前所有的心事，我们就把它分为心理的跟生理的。心理的呢，就是从小生长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嘛。那小时候刚出生，根本连爬都不会爬，那根本就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不安全、危险的、无法生存的环境所以这时候父母所带来的安全感呢，非常的巨大那这是决定你一生发展的基础所以方医师提到，不幸的童年，一生的不幸所以第一个能够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提供安全感，要有一种安全的依附，让他自我成长。那这个基本条件满足了以后一个人的人格才得以发展。那今天方医师提到第2集，自我发展，自我发展。那我们循着这个思路下去最后会谈到一些生理的问题那生理有3A一个 A 是 ADD注意力不集中，跟多巴胺有关。第2个焦虑 anxiety 跟血清素有关。有人天生就不太够所以他天生容易焦虑，容易注意力不集中第3个呢，大脑神经细胞太多，变成一个超敏感的小孩，叫做自闭症自闭倾向，它是一个 spectrum。像有些人跟人交流有困难你不要看方医师好像在这个荧幕上讲话很自然，我连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东西，我都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必须要跟店员交流几秒钟，所以我有点自闭的倾向。好，下一张。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自我的发展，自我的发展。我们从无到有，变成一个人，踏入社会，结束一生，这就是一个我的发展。那我今天呢，把这个自我的我分成5个单元来看。前2个单元呢，把方医师的想法放进去。第一个我把它叫做佛陀的我，佛陀的我。第2个呢，神经的我，不是神经病的我，是神经的我，也就是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看我的发展。第3个
我们要引用这个皮亚杰大师啊，儿童心理学家他提到的儿童认知发展，也就儿童啊对于这些大脑的认知啊，它怎么开始，怎么那个发展的。然后第4跟第5个呢，分别是弗洛伊德提到的性发展理论，因为弗洛伊德对性呢非常有兴趣啊，所以他对性发展有一套理论。那弗洛伊德也提到那个 ID、ego 跟 super ego， 自我、本我跟超我，那也是他的一个叫做心理动力论。好，那我们今天就照这个5个主题逐步发展下去。好，第1章，这个举手的姿势就是我在照片上那个佛陀的我。那这是方医师自我发展理论的第1个。那这一套呢，就是提到从我存在从无到有嘛，我存在，我活着，我知道我的存在，一直到我有的，我很难说明我是谁嘛，我用我有的东西，我拥有的东西来代表我，到最后要填充这个内在啊，就是我是谁，好，我是谁，最后呢要经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就是我消失啊，消失，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我再毁掉，再把它融合掉，好，那把它消失掉。这个是从佛陀的角度看的从佛陀的角度看的好，来下一章来。首先第1个，0到2岁就是我存在的一个发展过程。你让那个小朋友婴儿去看那个画面那个镜子中的我，那个他的自己的镜像，那一开始他以为是遇到另外一个小孩呢，还会跟他开玩笑或打招呼或感到什么什么。后来他才慢慢发现说，原来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是他自己。那怎么去证明呢？比如说你给他在脸上涂一些奇怪的色彩啊，或戴一个奇怪的帽子啊，他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一个人，他到将近1、2岁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那个是我啊，那是自己啊，那个不是别人啊。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多嘞。你像海豚，海豚是有这个能力的，如果是一般普通的鱼就不晓得那个镜子里面是自己，海豚知道是自己，所以第1个存在感就是从镜子中的我发现自己是存在的。第2个，一直到2岁到7岁或者是更久一点比如说青少年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发现说，这个他喜欢装扮啊，他对于那个服装啊、发饰啊、造型啊，然后买一些名牌啊，然后戴在身上啊，他们认为说，这个我的存在啊，需要靠外在来装饰啊，来定义啊，来增加它的内容。所以青少年也常常喜欢这个作怪然后把各种这种饰品穿在身上，然后重视外表，重视内容，喜欢买特别的球鞋那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外表来证明自我的存在，这是第2个阶段，我拥有的东西。第3个，一直到这个成年人才慢慢发现说我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在想什么我的个性是怎样然后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到底是支持这个还是反对这个的？他不断的从这个问题里面去定义自己。那这个需要一个建构的过程然后一直到成年人，他才慢慢成型，他才敢说我大概是偏向于什么样的人那这叫做我是谁。到最后，来下一章，到成年人你不管你的家庭、你的个性、你的工作，都小有成就朋友要介绍你也讲得起来。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个我们黄博士除了外表以外我们会说他是一个乐观派他天生乐观到底乐观到有病病态的乐观他是不是已经建筑他的一个特色了？然后慢慢的到我们50岁以后我们要慢慢的把自己这个已经成型的我慢慢隐藏下来，那把它消失掉。那你不要再张牙舞爪的去证明自己的特性，
你应该融入大家，融入这个大我里面，然后把自己消失。所以方医师用达利这个 AI 画图呢，画到这张图，你看在我们肉体死亡之前我们精神上要先死亡。这我常讲这一句话，也就是我要先消失，精神的我要先消失。好，然后这个词写众里无我生是客，是不是很美的句子？众里无我生是客，因为你总要走到下一个辈子去嘛。那精神上呢，先把它消散掉，精神上先让它消散，那肉体死亡，迎接下一辈子。那这4个过程就是佛陀的一个特色了那方医师的自我发展理论用这张简单的图来做这个意涵你看一开始呢，它是一个虚线的圆，他还不晓得自己是存在的。自从镜子里面发现自己以后，后来呢，他找很多装饰品，把这个圆呢弄得很光亮外表很光亮，然后再花大概20-30年的时间呢，从他的这些生活的体验、工作的体验呢，他把内在充满，他成为一个有内涵的人。那当你已经很明确知道建筑了你这个自己的以后还需要再花20-30年时间，把已经建筑好的慢慢把它空虚掉。好，那方医师用这4个图来代表自我发展理论，这些东西很重要呢。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特质。你有时候常说无我无我，要把我消失。其实连你自己是谁，连我是什么，你都还没有走到，你要消失个什么？常常一句话说，这个我心很乱请大师帮我这个安心。那大师就说，把心交给我，我就给你安心。这是达摩祖师的梗。那他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不安心，那到底不安心的心是什么？所以你要消失无我你必须要先明确知道你到底那个我是什么，然后再把它消失掉。方医师的第2个自我发展理论呢，是跟大脑这个演化有关系的。我们最早大脑只有长到我们的脑干，然后在上面一点点那个原始的大脑，然后把它叫做原脑好了。这爬虫类的脑爬虫类的脑要干嘛？他们每天呢就是为了生存，简单的生存，他们不会想很多事情呢，他们也不会做比较，他们唯一的推理就是一致性的推理。这是他们唯一的逻辑。那第2个脑就是哺乳类的脑。哺乳类脑呢，像那个老鼠就算是哺乳类的那我们把它叫骨脑。它长出什么？它长出情绪，所以从这些猴子也很有情绪所以这些老鼠到猴子的哺乳类的情绪，那情绪可以加强生存的能力。你把一件有危险的事情呢，你不是只有那个危险你还很多恨讨厌绝望那些很极端的情绪那你把这个好的地方呢，你赋予很多这个美好的这个感觉那这种趋吉避凶再加强版的就是情绪，那跟哺乳类有关。那到了人类灵长类的大猩猩或者是人类就长出这个心脑。这心脑整个额叶、整个大脑的皮质呢展开长了1-2倍大这个心脑有什么？它就是信念，它就开始需要做一些想象，那有人生有目标，然后什么事情都有意义。你去问一只猴子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它还只会唧唧的笑而已，甚至还对你露出牙齿这样子。但是你问一个人说人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会因为没有意义跑去自杀的所以这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人类从生存、情绪到信念，是我们大脑演化的一个过程。那你目前是在哪一个状态？你是为生存努力吗？还是整天都是情绪，整天都是暴躁？你有没有信念？你人生到现在有没有为信念而活？你到底是像爬虫类在活，还是像哺乳类在活，还是像人类在活？好，下一章。
所以方医师神经的我这个自我发展理论的第2集这个第2个部分就是从神经演化的观点，你目前是一个生存人，每天呢只要吃喝，只要这个看看电视去网络上当酸民乱丢垃圾或者是活得很开心，有什么美食赶快去吃，这样子的生存人而已吗？还是说你是一个情绪人呢？你每天暴躁不高兴就要骂开心就大笑情绪很激动很激烈，你是一个情绪人吗？为所欲为的情绪人吗？那你人生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理念的信念的事情要去执行？那超越自己的事情要去执行。那为了一个理念能够奉献一生的，奉献自己的，你的信念存不存在？所以我把这个自我发展呢，把它分为生存人、情绪人跟信念人。下一章。所以呢，方医师的自我发展呢，就有佛陀的我跟神经心理学演化的我。那第3个，我们来认识这个法国人，叫做尚皮亚杰。那他观察儿童他发现儿童的认知发展呢有4个阶段。第1个阶段跟他存在有关你知道儿童他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去测试，你家如果还有1、2岁小孩，你把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玩具好了，那他看得到，他就承认它存在。那如果把它放到一本书后面或手的后面，那他就很惊讶，玩具怎么不见了？玩具怎么不见了？后来他到快2岁之后，他才知道说，你藏在手的后面是不是很好玩？很好玩，因为他们对于存在感是后来才发现的。所以第1个阶段是你把玩具放在手的后面，然后他知道，你藏起来，藏起来，那有些婴儿会瞪大眼睛说，玩具不见了。OK。那第2个阶段呢，他开始有思考，那个思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所有思考他可以开始讲话他会叫爸爸、叫妈妈、叫这个叫做水，这叫狗狗，他是开始有用符号的但这些符号都绕着他转自我中心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他不能理解别人在想什么，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他还不能理解一件事情，比如说一杯水好了，它是倒在一个圆形杯子的水，你把它放到一个4方形杯子的水或者是比较小的瓶子的水，那个高度大小这个可能会不一样量是一样的可是小朋友会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水变高了？因为它的底座变小嘛。然后他就很惊讶说，为什么这个扁扁的水，这水会看起来很高？你把它倒进去以后，他对于保留性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水是有弹性的所以他没办法理解。那这代表他大脑发展的过程很具体的说明到了第3个阶段，他能够开始理解保留性那刚刚那个水倒过去，他还说有没有一样？他就说一样。他不是只看表面而已，他开始可以理解说有这个保留性，而且开始理解别人的想法，可以开始理解别人的想法，比如说这个糖果很好吃，他吃了，可是呢，既然拿给一个别人吃，别人说好难吃。如果在第2个阶段，他会很难理解，这怎么可能会难吃？这就是好吃的糖果可是呢，到第3阶段呢，他可以同意说，对了，有人不喜欢糖果，糖果有些人认为不好吃到第4个阶段呢，他对于抽象的事情呢，他可以开始理解。刚刚讲的都还很具体，对不对？第4个阶段可以了解那个抽象。好，那我用这个 AI 这个方医师最近用很多 AI， 用达利画了这个图来说明。第1个阶段叫做婴儿探险家，他们一直爬来爬去的呢，他们像在这个用手用舌头去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呢，他们好像这个婴儿在森林里面探险，然后这边爬来爬去，然后用手用舌头去发现了解这个世界。到第2个阶段叫做小孩演员演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呢，他没有办法演配角嘞，他一定要当主角的，然后他随便拿个棍子当剑呢
然后这个叫做小孩演员，第二个阶段自我中心啊，第三个阶段青少年科学家，他开始可以理解这个有些事情的变化那这个开始这个可以理解别的事情，到最后他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意义，更抽象的思考，我们把它叫青年哲学家，青年哲学家。所以这4个阶段就是皮亚几个阶段方医师用具体的方法来说明。好，那我们走到弗洛伊德，那弗洛伊德对自我发展也很有贡献他第一个贡献就是心理性发展理论心理性发展理论。一个人对性一般都比较少人去讲，觉得是禁忌的。就弗洛伊德百无禁忌，全力以赴在讲性什么都跟性有关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很突破禁忌的他怎么讲？他第一个他说分5个阶段，第一个叫口腔期因为你知道婴儿都有些会喂母奶嘛，所以从嘴巴他会得到某种满足感、安心感，所以口腔期要先满足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喂母奶口腔期没有得到满足，这个婴儿未来他说有可能会出现口腔相关的行为比如说就会抽烟抽雪茄还会抽什么过度的饮食过度的饮食，喜欢从嘴巴得到满足感。然后弗洛伊德就推论说，他可能在2岁前或1岁前，他没有从吸吮母乳从嘴巴得到满足。那弗洛伊德有一个厉害的地方说，如果你那阶段没有满足，你很难走到下一个阶段。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叫做肛门期。肛门期，因为他开始要被要求要控制排便，所以他大小便能够控制。那有时候这个如果做得不好不管被笑、被骂、被打，一个尿床的小孩，这很可怕的事情这有时候是一个梦魇所以如何加强控制排便大小便，那就变成这个阶段很重要的阶段肛门期。如果这个阶段呢太被重视表现不好他对未来就很重视秩序，这很好玩吧他要么就是很重视秩序，要么就是很不重视秩序跟秩序有关。弗洛伊德真的蛮有想象力的，他把肛门期跟重视秩序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到第3阶段，下一章叫性器期。性器因为性器官开始发展嘛，那男生跟女生有时候不小心看到对方的裸体长得不一样很奇怪那这时候对于这个他认为这个女生可能对父亲会有一些情愫那儿子对妈妈会有一些情愫。弗洛伊德基本上是把自己的情愫投射到别人身上，他自己有情愫，他认为说别人可能也会有这些情愫女儿会跟妈妈竞争爸爸，男生呢会跟爸爸竞争妈妈他觉得可能有这个性器官的情节。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弄好他对于性别的认识是有问题的不晓得自己是应该怎么当那个性别。到第4个阶段，性的意识稍微压抑一下，进入潜伏期也就青春期这段期间，他开始要学习他要交朋友社交学习，然后这个功课学校这叫潜伏期。到第5个阶段呢，叫两性期，就是要跟异性要强烈的结合这时候呢，心心念念的就是要交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件事情很重要呢，非常重要的叫两性期。这件事情如果没做好，影响到后来的那个两性情感的发展。这是弗洛伊德从性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发展。那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呢之一就是心理动力论。心理动力论算是承先启后他提到有3个我第一个我叫 ID 呢就是本我。本我就是内在那一个想吃就吃，想睡就睡，随心所欲的动物本能的我叫本我，很像方医师讲的那个生存。那第2个自我呢是 ego， 这 ego 就是好像是某种意识的窗子，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感觉到你现在在想什么？那个你知道你在想什么？嘴巴上的我，有意识的我，叫做 ego。那第三个叫 super ego， 超我，也就是你想成为那个人，你希望成为的那一个人，那个伟大的人。哦，那个人有时候是为了弥补你的不足呢，因为你小时候没有得到爱，所以你非常希望成为一个可以成功的人。哦，你小时候呢，这个很苦哦，你就希望赚很多钱啊、这类的 super ego， 人生就在 ID ego 跟 super ego 三个中在拉扯啊，在拉扯啊，那这个方医师会继续论述下去的。我刚才有提到5种我啊，佛陀的我，神经心理演化的我，哦，皮亚杰这个认知的我，还有弗洛伊德的这个性心理的发展，跟那个3个我，自我、本我、超我，这3个我的这个发展，这5种我哦，如果你今天哪个地方卡关了，哦，卡关了，那就会过不去呢，你就会停在那里呢。那停在那里呢，这个没有办法直接跳过，走到下一个阶段的呢。那你那时候觉得不对劲，不对劲，不对劲啊。比如说，这个到第2人生50岁以后，你应该要走方医师讲的，让我逐渐的消失啊。结果你不是，你仗着你的能力或者是你的财富，说我要做一个大善人，然后张牙舞爪去做好事，哦，我说了算，哦，那这种其实是卡在那一个把我是谁跟我消失的阶段哦混淆了，以为可以一辈子哦，这个繁华市井到底这样，哦，那这也会带来痛苦，因为我们总会老。自我发展的卡关障碍，导致人生陷在困境里，这是下一集哦，方医师下个礼拜要讲哦，你要注意你停在哪一个阶段，然后卡关了，好，那我们的解法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自我发展呢，这一集就讲到这里，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那个画画的那个，从第1章开始 ，OK， 好，那今天我们的第2个重头戏哈，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位艺术家。我们今天疗愈画室已经很久没有开展开幕了。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位艺术家叫陈延平校长，人家外号叫老胡子啊，好，老胡子。那我们看下一张，像不像老胡子呢？我觉得真的是达摩祖师在世，好，那这是他的照片，好，他在1995年呢，在宜兰创立那个全人中学，他平手之主哦，跟几个这个教育家，然后去买块农地，那还自己盖校舍嘞，那召集了这些老师，然后呢，大概最多有70个学生，那这一起在宜兰卓兰那个地方全人中学，然后弄了一个那个私校，好，那这个私校私校当时也是很有名的，好，那他当校长，他推广他的教育理念，他6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当艺术家，好，然后后来创建了这个全人中学，但是他一直都是艺术家，那这是他的作品，好，那我们今天要特别的分享他作品的特色，好，那我们一步一步讲，好，他的教育理念跟艺术理念其实是在一起的，好，我们待会会讲到这一点，好，下一章 ，OK。好，那这一张是他送给我的字画，是上面写那个浮屠的屠啊，图正，方医师这样，他说天地静好，岁月无惊啊。我先讲他的字，再讲他的话，天地静好，岁月无惊啊。这个字带好在哪里呢？不管他的词啊，这个天地静好，岁月无惊，我觉得好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好字女子的这个好好字不好啊，精字不精啊，厉害就在这里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门道？
这个好字不好，有点没有那么顺，哦，好中带坏，好字不好。可是这个金哦，既然写的这个非常不精呐、觉得很稳的不精呐、精字不精，好字不好啊。你看功力之高哦，能够看得到这个门道，然后虽然这几个字，你就知道哈、这阴阳两极啦，祸福相吸啦，天地静好，岁月无惊呐、大概意思是这样。来下一章，我们有一个同事在外面走路哦，当背景。好，那这个呢，这个种竹啊，种竹清风300亩啊，留下残荷可听雨啊，好听雨啊，这是他的词哦。种竹种那个竹子啊，哦，种竹清风300亩，你看那个清风吹过竹林啊，你是不是可以这个让风留在那里？好，风吹过本来无声嘛，用竹叶的声哈，种竹清风300亩，那留下残荷，荷花都已经破破碎碎的，但是还可以那个让雨声让你听到啊，好听雨啊，好，所以你看这个意境多高啊！这简单讲哦，我把它再放大一点，就是清风3000里好了啊，残荷好听雨啊，残荷好听雨，清风300亩啊，残荷好听雨，清风300亩，哎，你看这个意境，你看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住在那个阳明山山上，哦，那家里可能没有荷花了哦，那荷花已经残破了，但是雨声滴滴答答的打在荷花上，所以留下残荷好听雨啊。那个风声吹过竹林，稀稀疏疏的声音，种300亩的竹子来听那个风，然后留下残荷来听那个雨，风雨之声啊，好美，哎，好美，对不对？哦，他已经把他这个风跟雨这种动态的声音留在他这2行字里面了啦。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隐居在阳明山上，怎么跟风雨那个同行呢？就是种点竹子，可以听到风声；留下荷花，可以听到雨声，美不美？哎，可以当诗人，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他写这个是有图为鉴的嘞。现在在这个网络时代，有图有真相哎。好，那我们来看那个我们的下一张的图。好，那看这张图，这张图哦，哎，跟这张是一样的，好，类似啊，哎，类似。你看这张图，这张是竹子哎，那古时候从以前用水墨画竹子的人何其多啊！有人会教你画这种竹子吗？如果你这样子画竹子，你会被国画老师打的嘞，被打嘞，不是说不行，是被打的。基本上你看他为什么竹子不好好画呢？难道他没办法画竹子吗？因为我们陈延平校长老胡子画的竹子呢，是动态的竹子，是有清风的竹子，竹子的竹叶被风吹过了以后，就是长这个样子啊，好不好？从这张图我要跟各位分享，你不觉得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看到的国画、山水画、国画太近了吗？近到已经都没有动。你看，连那个云雾飘渺哦，它不是都会留白很多云雾吗？可是你没有发现，那些云雾都是静止的，然后呈现一种很静穆的感觉。那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要画这么安静的画，不能画动态的画？虽然是没有办法画，动态不晓得怎么画。最重要的是因为古时候的文人处在乱世嘛，所以他心里要静啊，所以要把所有东西都画得很安静、很安静、很安静，好像心中的一亩田呐、啊。那一亩田呢，可以让他得到清净之地啊。可是我们这个老胡子呢，心未死啊，他每天都在想，我要创作，我要创作，
所以他画的竹子是长这个样子，有竹风，有清风吹过竹叶的竹子。来下一张，那这张有什么不一样的？好，这几张都是他画的竹子，也就是竹叶比较多，跟竹叶比较少。哎，那这都是一样啊，风在吹嘛，对不对？所以呢，竹叶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的，所以你会看到这种竹叶的山水画的国画的画法是有动感的呢，是有感觉到风呢。这个是古来今往，我们不要讲外国好了，以东方来讲，这种有风吹过的竹叶哈，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虽然我见识不多了哈，第一次看到，因为我大部分都看到那画的很标准的，哦，很精致的竹叶，好像是定在那里，没有风的，没有风的，这是有风的啊。下一张，所以我们刚才讲说种这个清风300亩嘛，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图。他都画很长很长的图嘞，所以你看这个疏落有致啊，你看这个竹叶哦，他画这么大幅的那个山水画哦，不算是国画了哈，它的分布的比例啊，恰到好处啊，疏落有致，疏密有致啊，你不能有些画的这个全部都画的有点平均呢，画的很平均很可怕嘞，哦，所以画的刚刚好，疏落有致。然后风吹过，很清凉。我看这个境界哈，也是古今一绝啊，古今一绝，哎，绝对不能小看，哎，这只是竹叶而已呢。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走，好，那你看这个是残荷啊，一般人画荷花，几笔的荷花，方医师也曾经分享过荷花的那个抽象画。有一次我去看那个美展啊，有一位国画的博士生，他把荷花画了一个问号，我看起来像问号，它是荷花。后来我用这个方法，我之前我也分享过那个抽象的荷花。那我们的陈校长的荷花哈，你看那一团哦，黑黑的哦，残荷。那残荷为什么又画的这样，好像是有落伍的？那是因为被雨打。动动动动动这样子，被雨打，它在震动，哦，所以你看有些都已经弯腰了，哎，这就是被雨打的荷花了，残破的荷花，同时被雨打有震动，一句话讲完了，这就残荷好听雨啊，哦，刚刚是清风300亩，这是残荷好听雨啊，没啊，下一张，然后呢，他也用这种比较那个。这个青墨色哦做底呀、哦，你看荷花常说出淤泥而不染嘛，那淤泥感呢很重嘛哦，然后荷花呢这个画在这个淤泥上哦，那你看荷花旁边是不是都留白？为什么荷花旁边要留白？因为不好画到里面去，不好画，老实说真的不好画，你真的画到贴在一起，怎么画呢？你说说看。但是不能这样解读，对不对？是因为荷花旁边有一种仙气呀、出淤泥而不染的仙气。你知道人好像旁边有温度一样，如果你用热显影的话，会出现那个温度感。荷花本身的仙气留白，好，所以这个画之美，颜色是好看的哦。方医师也是这个泪如雨下的感觉。哎，好，下一张来。好，那以上我今天其实有机会还会继续介绍下去。我今天先介绍它的荷花跟那个竹叶哦，那就是方医师第2次去拜访他家，我去过2次。我们老胡子很少见客，几乎不见客。有些人呢，可能这个到家门口都还不见客这样。那方医师陈猛去他家拜访2次。你知道他家要到他家还要过个竹桥，好，过个竹桥，然后就后面就是他的那个阳明山的陋居啦，好不好？好，来下一张来，然后方医师跟他在这个喝茶，好，然后后面还写一个字，写什么？放大一点看看，哎，我闻呐，哎，我闻，哎，所以其实非常的
今之古人呐、我很荣幸可以跟我们老胡子聊聊天这样子。好，来下一张来。那他带去看他住了一个活动中心啊，也就阳明山上的蚊子馆好，那蚊子馆没有人用，然后他跟蚊子相伴，然后租了蚊子馆，然后在那边画。你看这个画是磅礴，那是山呢，山水画的山呢。好，然后山里面带雨啊，雨跟山，山跟雨，好，然后在那个山上这样子，那个画质磅礴，这令人感佩啊，真的感动佩服啊。下一张，没有了哈。好，那我们来放一段他的一个小影片看一下。他在介绍这个影片，那他背部可能有点痛，所以带了一个护腰，这么短啊，好 ，OK， 好，那以上就今天我第一个单元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位陈延平校长老胡子，我背后这是他的话，以后我们还会这个多的这个分享我们的国宝张大千等级的所以国宝所以继续来做这个疗愈画室的分享。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第3单元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黄博士一起就泳。来，黄博士请坐。好，那黄博士在那个安排位置的时候，我同时来分享观众的感谢信这个是方医师来我门诊跟我支持的黄小姐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谢谢黄小姐这个按赞这样子，好，那观众感谢信有一个没有写名字呢好，台湾的医生不知道怎么了，我练出来为什么都不做跨科系之间的沟通联络，害得病人要到处看每一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给医生的给付太低了。看一个病人多少钱？以在我永和更新是81块钱，不过这样讲出来，连那个健保局那个都摇头，你知道吗？所以医生拿1/3的钱，我明明给240块，你怎么剩下81块？81块要给你做整合，然后把你所有的药都拿出来，然后说你有什么病，那一个一个看，然后再看你所有抽血结果，不可能做到这么精致啊！以前还有一个法官告那个医生说，你不是糖尿病科医师，为什么开糖尿病的药？那后来这件事情呢，这个就出大问题了。以前被法官判说，假设我神经科开糖尿病的药，被说不专业，判刑这样子。现在既然叫我们要整合要整合OK， 他要继续讲下去，也不告诉病人有不灵腿这个问题。其实他不是不要告诉你，是因为腿不灵这件事情我老实说，方医师在10年前就在演讲广播大概就在推这件事情。那这10年下来呢，我从几千个病人很有信心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对的，因为我们都太忽略多巴胺这个问题了。那真的是对我来讲是很单纯的、很具体的，可是对其他的医生来讲，他们感觉到很陌生很陌生。就像我给一个老伯伯开的一个多巴胺药，然后他是台南人，然后住到成大医院去，那一群医生研究说，为什么开一个多巴胺刺激剂在睡觉前？然后神经科然后他们自己跟我同科的还觉得很压抑。那老伯伯呢就腿不拧嘛，所以我们台湾病人要自立自强，自己要成长起来，跟医生讲说你腿不拧，好，那我们不能讲别人不好，我们真的不能讲别人不好，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批评台湾的医生已经很辛苦了，我跟各位讲，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昨天方医师看门诊因为最近病人蜂拥而至，如潮水般滚来，然后我就像黄河之水，你知道吗？滔滔不绝。我昨天看完我真的岔气，你知道吗？然后到晚上睡觉还岔气，到现在还在岔气。
不是生气，是岔气，气不顺就对了，他说台湾病人呢不是那么喜欢看，只是没有得到解决的办法。你讲的没有错，但医生只有2分钟开命时间，根本就是比较应付一下病人，然后他就，我跟你讲，我今天他说感谢方医师愿意拍影片分享医学知识，提升台湾医疗品质。首先我先非常谢谢这位观众的支持，你的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知道？在国外都看，大概一个科都看一个诊看5个病人，美国看5个病人，英国看5个病人，你不会意外的。香港也是看5个病人，菲律宾也是看5个病人，菲律宾呢5个病人走人，在台湾方医师50个起跳100个很常见而且都是新病人更何况很多病人来看他自己也不准备药袋，他就说电脑有自己查，好几个科呢，然后说那个药没吃啦，那你到底什么药有吃？然后说这个药有问题，那你跟他讲是哪一颗药黑黑白白的黄黄绿绿的吗？这样不专业。有时候把一个老人坐轮椅推进来，然后看3个科4个科，安眠药吃一大堆，然后就说方医师，人家都介绍你，你很厉害呢，这个老人交给你了。那我说你有没有把药带来？电脑有，自己查。那我就说那我查得到可是我要跟你讲什么药不能吃，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把药带来？带来我就可以马上帮你调。我跟你讲，真的，现在来看我的比较多，他们会带药来，很多人很少带。有时候看到一个有带药来的，我泪如雨下的，心里一阵酸楚好感动，就觉得说你有带药来，下次去看方医师的门诊，记得带药来，要带来，要带来，因为我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怎么吃，怎么调，好不好？好，那谢谢这位观众那我们来先回答一些我们的小方会员的问题。小方会员是有那个优待权的优先权。首先回答问题好 ，OK。接着问说推荐几本关于情绪健康的议题方医师很少在念书，当然这个是有啦，大家实际上是可以考虑的，什么好，所以说实在，你这个问题我突然语塞，因为我记忆力不好，我只记得老婆名字以外，其他都不太清楚这样。你好好看我的频道，我现在倒不觉得说你一定要看书你可以用 AI很厉害，你当然可以去付费，值得你付费。像这个 ChatGPT 4O 他们是以付费嘛，他们弄了一个平台叫 Monica， 那我付了Monica 好像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对不对？因为 ChatGPT 比较男性化，4O 嘛，然后它叫 Monica， 比较柔和的名字。Monica 就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我不是在替他们广告了，我只是最近我用的很上，我就说你是一个心理学专家你对于情绪非常的专门，你要用一些科学文献来跟我讨论。然后 Monica 就说没问题，放马过来。他会这样讲吗？然后我就开始问他问题然后他就会回答。那你用这个方式去念书我跟你讲，这个是现代的学习的方法，很快的。因为你现在看一本书的这个时间成本也是要考虑的。当然书写的很完整方医师如果未来出一本关于睡眠的书你也要去买。好，那用莫妮卡跟 AI 对谈。Maggie， 我47岁，有焦虑恐慌，吃克优果多年，最近医生帮我换成舒美宁，换药之后状况不好，是不是克优果戒断症产生的？那还有工作很忙时，日以继夜都还好，可是闲下来之后就会发作。那我退休之后要怎么办？那就不能退休你要找事情做一直做快要进入第二人生了吧？快50岁了吧？首先克优果是一个血清素回收抑制剂的，也就是不要回收，慢一点回收。
然后就会增加血清素，所以它是直接增加血清素的。那舒美林呢，我刚刚查了一下，它就是之前我讲的米玉婷啊，或者是那个叫 Remeron 或 Talepin 那个药，它也是有这个效果啦。可是它还有其他的效果，它不是那么的专一针对血清素回收的，所以你会遇到你血激素突然有点落空，那这的确是可能有那个戒断的问题，尤其是吃中高剂量的这个抗忧郁症的病人这个血清素是好东西的，但是你不能搞得太快，所以吃药要很慢，多慢你知道吗？1/4颗，这个是我的经验。很多人吃心情的药一旦要治本马上翻车，恶心呕吐啊，很痛苦啊，因为你的大脑血清素突然飙起来，你知道一吃下去第一天就血清素就增加80%了，这时候大脑会吓一跳，他以为说发生什么事了。一般我们大脑血清素提高、多巴胺提高都只有在紧急状况，所以他以为你出事了。一般我们出事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恶心感，这样想吐，因为我们原始人只会吃坏东西嘛，不会有别的事啊，那如果你要戒掉的时候，要停的时候，你也一样，要慢慢的戒，尤其是吃高剂量跟那个长期吃的，要戒得很慢，否则也是会有戒断问题所以上车要慢，下车也要慢。那平常工作也忙，日以继夜，我跟这位 Maggie 讲我刚刚有提到自我发展我有提到生存、情绪跟信念。你今天每天在忙生存、上班，那这时候就忘了你的情绪了所以你是向下修行，就是用生存来取代你的情绪。这样聪明吧？虽然是向下修行，也是修行忘记情绪。用工作忙、生存来取代你的情绪。那为什么不可以向上修行呢？什么叫向上修行？处理情绪，忘记。我刚才讲生存、情绪、信念，用什么？信念取代，情绪，用信念取代情绪嘛，这叫向上修行。那向下修行是什么？用信念取代情绪，向下啦，再向下用工作取代情绪。OK，生存。OK， 所以 Maggie， 你之前用生存取代情绪，你未来退休以后用信念取代情绪。一个有信念的人还管自己情绪，这样知道吗？你看一个妈妈为了小孩什么都不怕，冲上去，为什么？因为他有信念。比如说有一个人在欺负他的小孩，他冲上去一个女生就冲上去要救他小孩，不顾危险。人就是要有这种信念来克服你的情绪问题你会一直纠结在情绪，就是因为你太在乎自己了，把这些问题这个弱小化，把别人的问题放大化，那你就可以减少你情绪的痛苦。不需要过度乐观。好，来我们下一章。10大，赞安诺跟史蒂诺斯是安眠药，那非舒缓焦虑的镇静剂。那利福全、安博尼是什么药？这4种药的优缺点是什么？好，我来问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赞安诺大家常吃嘛，粉红色椭圆形的；史蒂诺斯白色长长的；利福全圆形的；安博林就是赞安诺了，所以赞安诺、安博林是同一个药。那这3种药只有史蒂诺斯可以算是比较纯的安眠药。不是很纯的纯，是纯粹的纯，纯的安眠药因为它本身作用比较专一都是同一个受体可是很奇怪，它对于镇静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它对于睡眠倒是很直接。至于赞安诺或叫安博林，还有利福全另外一个镇静剂，它就是除了就是它主要就是镇静，镇静跟安眠其实同一件事那有人镇静比较强，有人安眠比较强
好，大概就是这3个药，因为你讲4个药名，其实是3个药。那优缺点是什么？如果这几个药你都只能够偶尔使用，那史蒂诺是专门拿来睡眠的，也是偶尔使用。今天这个明天要开会一定要睡好，史蒂诺是1颗下去，出国飞机上或者是到目的地1颗下去，偶尔使用不会出事的，因为它药效短，你知道，它大概最多3个小时，所以马上睡，马上醒，没事。扎安诺利福全那个药效都8、9个小时，甚至10几个小时。像如果我没有吃扎安诺的安波林的人，如果我吃了1颗睡眠我隔天下午我才觉得我醒过来，虽然是可以上班看门诊，但是用半个我在看，另外半个到下午才回来这样，所以扎安诺、安波林、利福全长效的镇静剂。好，那你继续问。如果非长期服用，对于偶尔无法入睡或半夜醒来难再入睡，那哪一种药比较适合？当然，如果你已经半夜了，结果你给他吃扎安诺看看，你给他吃利福全看看，你早上起来你会非常痛苦，因为它药效本来就长嘛。这时候用史蒂诺斯还不错了，用史蒂诺斯还不错，所以半夜醒来要救急的，因为它短效嘛。另外一个短效方案是报给你听的，但是没有史蒂诺斯这么可能没有，叫做 Housing， Housing 汉克星蓝色小药丸它也是2、3个小时短效，但是它比较偏镇静剂那一类那史蒂诺斯真的是2、3个小时所以你就半夜史蒂诺斯如果明天要开会的如果明天没开会就让它过去的。因为你那一天睡不好，你隔天就会睡得好。观众投稿的问题。MM 小姐使用利普能近9个月，情绪获得非常好的改善，于是便渐进的把药停了。那请问方医师，何时需要恢复用药呢？OK， 就是你想念方医师的时候说，纯粹没有发病，情绪很好，然后想要来门诊看看这样子。有时候。跟我的那个粉丝他们真的会出现几个真的来感谢我，然后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跟他合照，那之后退费回家这样，还退费这不能收人家钱那你今天好好的，你当然不用吃药因为像你这样子这么了解自己的人，你已经知道你怎么去处理你这个情绪的这个波折了。所以改天你真的精神情绪不好的时候，你懂得要怎么自保了你会用药，你懂得要看病，你这辈子会活得比较安全你不会再去赖给别人你知道你情绪在起伏贵在这个认知所有的真的躁郁症、忧郁症、焦虑症的病人贵在自我的认知你自己要当自己的教练。下一个。可以偶尔吃，偶尔不吃吗？或者例如1个礼拜吃2、3次，以维持长期情绪的正向。我讲实在话正统的这个精神科的药物没有说，我只是治本的那个血清素药，比较没有人提倡，或者说完全没有人提倡是偶尔吃的，镇静剂偶尔吃的然后情绪的药治本的，照理应该是固定吃的，在台湾都相反那你吃半颗1/4颗的利普能就是这个抗忧郁症的药，血清素提升的药，它的确一吃就提升了，会有立即的效果。我跟你讲真的。但是精神科医师会觉得那个不是他要的，他要是让2个礼拜后更稳定的效果。所以我觉得如果 M 小姐情绪偶尔会真的乱掉吃1/4颗配半颗镇静剂来救急这是 OK 的1/4颗加半颗镇静剂这样子来救急非常的 OK。这个虽然不是主流的做法，但是是有用的。新北美美小姐想做图像思考时，闭上眼睛，忽然出现小一年纪被外人严重伤害的画面，然后忽然心跳加快，呼吸急促，飙汗，然后
仇恨情绪就涌上来。OK， 其实你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画面，表示他藏得很深啊。或许里面有藏得很深，你一闭眼就出现了，这些事情要面对啊，因为他在里面已经躲了这么多年，然后隐隐约约的在发出那个臭味、臭酸味，然后让你人生过得不是很开心、不如意，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你只要路过大脑里面的路过这一块区域，你都不舒服。所以怎么办呢？继续看那个画面，看到你，把那个画面呢看清楚，看到自己在里面，不要怕。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先看，那第二个呢，那个画面你要看到没有情感。什么叫看？就看，一开始很有情感，会呼吸急促、飙汗、仇恨情绪上来，到最后越来越淡。你要有画面，很清晰，越来越清晰，但是情绪越来越淡。那这些事情呢，可能还可以利用一些救援的方法。那方医师有办这个图像心理疗愈的这个面对面的疗愈活动。那8月8号有一场，但是已经额满，以后还会再办。如果我有力气的话。好，来。台南的妹小姐，躁郁症和思觉失调如何区别？诊断为躁郁症要长期服药吗？或有痊愈不用吃药的机会吗？OK， 老实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很深入。方医师深入浅出跟你回答。这两个病都是遗传性很高的，大概居前2名，所以很容易有家族性的遗传。这两个病呢，都跟多巴胺不足，多巴胺不正常有关系。思觉失调是多巴胺太多，躁郁症呢是多巴胺有时候太多，有时候太少，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差别这是一个共同点的，就多巴胺不正常。然后思觉失调比躁郁症多了一个病，多了一个不正常，就是大脑的神经纤维的那个皮，电线的那个皮不好，所以它容易不能够统一大脑，所以躁郁症可以讲它是一个多巴胺会起伏的病，思觉失调可以等于多巴胺有时候会太多，再加上神经纤维不好不良的病。那你说这个疾病有什么区别？一般躁郁症再怎么乱情绪很激动乱都还不至于出现混乱幻想，它不会混乱掉，因为大脑是统一的。思觉失调症呢，情绪都还没有很混乱，它也可以混乱，但是主要是认知失觉的一个混乱它容易扭曲变形，而且前后不一致、不统一，这反映它大脑的特性。至于是不是要长期服药，要长期服药。那刚好有一个药专门在稳定多巴胺的新药，不过真的又不是在替那个药厂做广告，不可以，这个真的很伤脑筋。药厂应该颁奖牌给我。其实有一个日本的药叫乐图达，它刚好是可以治疗这2个病的。一般抗精神病药都同时可以，因为它都是稳定多巴胺的。那这种比较新型的多巴胺的稳定剂，对于躁郁症、躁或郁还有思觉失调症的幻想，同时都有效。你说有痊愈不需要吃药吗？如果你已经证明你有起起伏伏这个病史要维持基本的剂量，然后不好的时候再加剂量，好的时候再回到基本的剂量。就好像一艘船停留在港口，有时候有波浪，是不是要下个锚？让它稳定一点。平常就下1个锚，台风来就下3个锚，那平常台风过了又再下1个锚，这样好不好？好。新北 Mandy 小姐觉得现在工作状态低效，配不上领的薪资，但怕太认真的话，工作都推过来，又要吃镇定剂生活这内疚又焦虑，公司是这样能者过劳的氛围。
社会现象。跟你工作一样吗？没有，你是真的很忙的，你是能者通吃的，基本上这个假装很忙，事实不忙，然后来那老板，好忙好忙好忙，事实上没那么忙，装忙，然后活得下去，薪水拿得到，那你又可以这个心情平静，一举三得啊，在低薪的环境之下的自保之道，早上认真做事，中午就开始上购物网站，好，然后那个开始约吃饭，礼拜五中午要看直播，那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直播，生活过得好，到公司还可以免费的电呢，对不对？冷气还有冷气的，好。当然，这个台湾低薪的工作职场环境真的是这样，那你是有罪恶感，对不对？你10分的力，你只出3分，这不能让你老板知道，但是你工作也做得稳稳的啊，没有人抱怨就好了啊。你把剩下7分的力经营自己的人生啊，多多关心你的朋友啊，对不对？这不是工作是全部啊。人是为了生活而工作的，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的啊，是这样子吗？对，所以你不用内疚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老板还不错，真的有内疚，你3分力变5分力也是不错啦。OK， 好，没有了，没有问题结束了。好，那今天这个3段节目从自我发展，下个礼拜方医师要讲自我发展的困境，有人卡在某个自我发展的点，没有往前走。那为什么我对自我发展也蛮有感？我讲一个个案有一个小女生她算有点强迫症，小女生而已。那我看这个女生坐在门诊上感觉上像风一样啊，像那个。就很轻盈的，快要被飘走。他不是外表轻盈，他内心很轻盈。我觉得他随时会被飘走的感觉。然后他的强迫症行为让他困扰。然后我有跟他分享说你为什么要一直要留着这些强迫症的行为？因为你觉得生存没有存在感，所以呢，最后这些强迫症的行为也算是好朋友，即使是不是那么好的朋友，也是朋友。这些强迫症的行为让你保留一些存在感，然后他眼睛就有点红红的这样。当一个人没有自我发展卡关的时候，没有存在感的时候，他会做一大堆事情来去争取那个存在感，那我是很感动这样。那我这一期的童年心理学，从之前的那个右脑学习到接下来童年心理学，这个一体适用，从小孩到大人都适用那今天第2段讲陈延平校长的话真的是前无古人啊。然后他的这个突破传统，画出动态感，动态感在你后面这样。然后我也非常的佩服。最后跟观众在互动。那这个今天又过了愉快的一次直播节目接下来是周末嘛周末有活动吗？要去玩水玩水太好了好，那这个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礼拜见，谢谢方医师，谢谢。